水，缺氧，我要死在鱼肚子里了吗？1天前，全球人类被迫卷入这场巨鱼求生游戏，每个人都被单独困在巨鱼腹中，想要活下去，只能靠它吐进来的物资。而我的故事，要从几个小时前，这个该死的新手宝箱说起。救命！我快渴死了！今天的宝箱里连口水都没得喝，迟早得渴死。我的箱子里全都是木材，吃的没几个。就这么点物资，迟早得饿死。好烦啊！吃进去好多，肚子胀胀的，都不消化了。谁？哪来的小孩？这鱼才1天大，我刚才听到的是它的心声。看来只有我能听到自己巨鱼的心声。如果我帮它把胃里的海藻快速消化，它岂不是能吃更多新东西进来？我来帮你加个速。咦，肚子空空了。糟了，失策了，海藻都没了，没有东西制氧，鱼肚子里缺氧了，生命止于运动啊！好舒服，我要吃。活过来了，下次干活前得先过脑子。藻类生养槽建造图纸，太好了，解决了缺氧这个大麻烦。但需要5块石头，我去哪儿弄石头？哎呀，吃进来坏东西了，好刺挠。尖刺鳞虾，头部的尖刺锋利异常，但肉质鲜美有弹性，生食最佳。这东西在现在的求生环境里，绝对是硬通货，可以用它换我要的石头。一片臭豆干儿，换1口水；烂生菜叶子半片，换木头了啊！超大块新鲜虾肉，换石头、图纸等各种实用物资，看上的代价来！我去，这哥们哪来的肉？我都啃了2天树皮了。大家别上当，大家都混得这么惨，他怎么可能有新鲜肉吃？肯定是巨鱼肚子里有毒的寄生虫，这肉吃了绝对死人。
对啊，颜色这么鲜艳，肯定有毒。爱买不买，穷讲究。这不是寄生虫，大家看这肌肉纹理和残留的外壳边缘，这是正宗的深海尖刺磷虾。这种磷虾不仅没毒，而且肉质极为鲜美。在以前的人类社会，这是顶级米其林餐厅才能吃到的珍贵食材，营养价值极高，适合生吃。我认出来了，这不是知名海洋生物学家陈鑫吗？以前天天上新闻的天才教授。真的是他，他说的肯定没错。我出10根木材换1块虾肉，我有种子和3块石头。我这里有2块布料，换半片肉行不行？我只有这5块石头和这张小型种植箱图纸，能换1块虾肉吗？小型种植箱能自己种粮食，这东西我正好急需。没你刚才出来证明，我这虾肉还真不好卖。正好我也缺石头和图纸，这块虾肉给你。好久没吃到这种味道了。光是生养缸图纸就能做10几套了，发了发了！肿么热？我有个问题，你刚才完全可以说是寄生虫肉或者有毒，先压压价，让我多给你一点。你为什么不这么做？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不能骗人。行，你这性格我喜欢。加个好友吧，以后好联系。尖刺磷虾是深海生物，你的巨鱼应该已经进入深海了。你是不是帮它消化海藻，加快进食速度了？厉害啊，被你猜中了。我之前也想过这个办法，但怕氧气不够，就没敢做。确实，刚才差点把自己憋死。进入深海以后，物资箱会更好，但危险也会更多，你一定要小心。谢谢提醒，我这里有多余的生养图纸，等我做出来可以给你一个。我们结盟吧，需要的时候互相照应。真的吗？那我要做什么？不需要做什么，关键时候彼此帮一把就行。好呀好呀，和大佬结盟是我的荣幸。终于能好好喘气了。好饿啊，怎么又饿了？饿就对了，你可要多吃，多长大。这么丰盛，这可得好好享受。先用木材搭个平台出来。终于不用成天泡在水里了，这才叫生活，爽啊！不知道陈鑫怎么样，给他也送点过去。好饿，好冷。您的好友周文向您发送了物资，是否接收？周文，你是不是送错箱子了？怎么还有汉堡和可乐？奖励你的，快吃吧，不够找我。还有，大佬，你对我这么好，我以后一定会报答你的。
搞定，等2天就能吃上新鲜蔬菜了。又有新的宝箱来了。哇，火锅都有了，这物资简直多到用不完啊！我的鱼游的绝对是所有人里最远的。收到好友陈鑫发送的物资：防护头盔配尖刺长矛图纸。大佬，你之前杀了尖刺磷虾，应该有价壳，这个图纸你肯定用得上，就当是汉堡可乐的谢礼啦。这可是好东西，正好缺点防身的东西。之前的甲钳我都留着，材料完全够啊。肚子里好像吃进去了很奇怪的东西，痛痛痛！肚子痛，不会是吃进来怪物了吧？力气真大，不行，得想个办法制服他。陈鑫，我这儿遇到这怪物了，长得像个八爪鱼，但只有6条腿，浑身长脓包，快告诉我怎么弄死他！那是深海一发脓包山，神经核集中在他身体的中段腹部位置，也就是他的神经中枢。说人话！打他肚子！还真给陈鑫猜中了。照这个进度，恐怕接下来大家就要逐步遇到各种怪物了。救命啊！我这鱼吃进来一只变异螃蟹，谁来救救我？老公啊，节哀，节哀。看来，求生之旅残酷的一幕终于出现了。不过，风浪越大，鱼越贵。新鲜出炉的防身装备，头盔加上尖刺，防身杀坏必备，什么好东西都能换，价格合适，马上就出。给我，我出50根木材加30块石头，我出所有的食物，饿就饿了，只要不被怪吃掉就行。赚翻了，赚翻了！这下就再也不用担心物资短缺了。太爽了！这哪是在求生，这简直是在度假呀！对了，也给陈鑫尝尝我种的西瓜。西瓜，周哥，你也太神了吧！我感觉我已经1年没吃到水果了。以后想吃随时吃，跟着哥混，饿不着。所有求生者公告：幸存者周文已成功穿过交界海域，全球首个进入深蓝之海。恭喜周文获得首个进入深蓝之海奖励——巨鱼进化石斧，品质传奇，记录了各类利维坦的进化方案。同时解锁每周排名奖励系统，所有求生者解锁怪物击杀奖励模块。
深蓝之海那是什么地方？首个进入，我们还在啃树皮，大佬已经开荒新地图了。巨鱼进化食谱，传奇品质，这是要起飞啊！大佬，你进深海了。深海的环境极其复杂，危险生物的体型和攻击力比浅海高出几十倍。你这么快进入深海，不全是好事，一定要千万小心。我去，怎么回事啊？动静，这是在和外面的生物搏斗啊！警告：幻化利维坦遭遇了深渊腐化巨噬鲨，资料库更新。巨噬鲨体表掌有了屏蔽探知雷达的隐形鳞片，性质凶残，专门给各个阶段的幻化利维坦为食。专门吃里面毛，完了，这是遇到天敌了！不行了，你要被吃掉了。如果我能进化到2级就好了。这样下去不但你得死，我也得陪葬。不行，一定有办法。对了，巨鱼进化食谱。能量结晶碎片，之前在交易市场，我看到好几个人都收。要断了！城主，我马上救你。晨曦，马上开交易市场扫货，不计代价，给我买100个能量结晶碎片，用我之前给你的那些物资砸，快点砸！收到，马上。收到了，全齐了，给你发过去了。把这些结晶全部注入巨鱼体内，给我强制进化！进化呀！别出事啊！深海的怪物根本不是浅海能比的，都怪我没早点提醒他。兄弟们，周文大佬进入深海后，怎么一点动静都没了？不会出事了吧？别瞎说，大佬可是有传奇图纸的男人，估计正在闷声发大财呢。发大财？我看是发丧吧。第一个进入深海的，绝对会遭遇极其恐怖的深海怪物袭击。他周文现在恐怕连头渣子都不剩了。哎呦，真的假的？吓死人了！就是，枪打出头鸟，非要装逼跑第一，死了也活该。你们闭嘴！周文他一定没事儿。陈大教授，现实点吧，他死定了，耶稣也留不住他。我说的。王猛，你谁啊？你怎么知道深海有怪物袭击？就是，你又没去过深海，在这装什么大尾巴狼？我怎么知道的？无可奉告。反正你们记住，周文现在绝对已经被怪物嚼碎了，这就是不自量力的下场。哎呀，看来是真的了，可惜了那么多物资，要是给我多好。这破求生游戏哪有那么容易当出头鸟？死了干净，免得看着他炫耀心烦。你们这些落井下石的小人！周哥帮了多少人？你们现在居然咒他死！全区通告：恭喜求生者周文成功击杀深渊腐化巨石鲨首领级，周文获得全区唯一称号先锋者。我操！
击杀首领级怪物。王猛呢？出来走2步，脸疼不疼？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凭什么能杀首领怪？刚才在频道里嘲讽我、咒我死的，我都记下名字了。以后我的物资，你们一块木头也别想买到。周文哥哥，我刚才被盗号了，你别误会啊。大佬，我错了，我嘴贱，您大人有大量。我没事儿，怪物被我解决了，多亏了你帮我收的结晶。王猛，王狗，居然你也在这里！周文，你写的什么垃圾方案？不想干就滚！这傻逼钱上司居然也有自己的觊觎，知道深海怪物的底细。他现在看我没死，肯定怕我报复，绝对会千方百计对付我。我得早做准备。击杀奖励发放：木材撤1000，肉质1000，极品钨钢长刀1。爽爆了！这下再也不缺任何物资了。击杀奖励发放：先锋者称号奖励激活，巨鱼共生。效果：求生者共享巨鱼身体素质与深海生存能力，可脱离腹腔自由下水，解锁与巨鱼的直接沟通能力。能下水了，还能和巨鱼对话。喂，小家伙，听得到我说话吗？谁在说话？鬼啊！别慌了，停下！是我，你肚子里的那个人。哇，你是我肚子里的小人。小人和我说话了，好好玩啊！你居然知道我的存在？当然啦，每个利维他肚子里都有一个小人，我们要好好保护小人哦。虽然小人没什么用，还特别容易死掉。别尬黑，什么叫没什么用？刚才要不是我帮你找来结晶让你进化，你早就被那条破鲨鱼当辣条嚼了。对哦，刚才突然变得好有力量，原来是你帮我进化的呀！你好厉害，谢谢小人，小人最好了。行了行了，别一口一个小人的，以后叫我大哥吧，我叫你小维，懂了吗？好的，大哥吧，知道了，大哥吧。是大哥，不是大哥吧？哦，大哥，大哥，我们能不能游慢一点？下面有很可怕的生物，下去一定会死的。看来每个新海域都会有更恐怖的霸主级生物。刚才那只捕食鲨只是开胃菜。小维，如果你能进化到3级，能打赢下面那个怪物吗？我大概，也许，至少不会被打死吧。全属性提升3倍，还能跨物种融合，这也太强了。不过这后面2样材料听都没听过，得问问陈鑫。他是生物学家，说不定知道。收到好友陈鑫发送的物资，能量结晶碎片乘1238。陈鑫，你哪来这么多碎片？我看你之前急需，就想着你可能还要用，我把手头所有的物资，包括你给我的食物图纸，全拿去换了，希望能帮到你。你把所有东西都换了，你不活了。周哥难道这次真的要亲我？你真是我最好的朋友，这种时候还想着把物资全给我。好朋友？就这？那当然，我们是盟友嘛。说正事。你知道能量结晶碎片是拿来干什么的吗？
你换了这么多，总得有个推测吧？我分析过系统公告和现在的求生阶段，大家都在浅海，而你首个进入深海。深海的环境压强和生物危险度远超浅海，巨鱼如果保持现状，绝对无法在深海存活。结合你急需这种带有能量字眼的物品，我推测这是用于巨鱼进化的关键岛屿。聪明，完全正确。求生者一旦进入新海域，必然会遭遇高阶怪物袭击。这些碎片你自己先留着一部分，给你的巨鱼用，保护好自己。谢谢周哥。对了，你刚才说还需要什么材料？你知道超凡生物血液结晶吗？这怎么可能？一个破打工的，凭什么压我一头？进入新海域必遭霸主级怪物清算，巨鱼自然进化需禁食2周，未进化者十死无生。指南上写的清清楚楚，时间根本不够。周文他凭什么活下来了？他拿什么进化的？难道他也有求生指南？不可能，这可是我向邪神献祭才获得的宝物，他怎么可能也有？一定是别的原因。是能量结晶，这东西能缩短进化时间，让巨鱼提前进化。这小子趁着信息差，大量收购别人以为没用的结晶，一波肥了。周文，你这小子要是顺风顺水发展下去，以后绝对会报复我。我必须堵死你收集碎片的进度。周文、陈鑫，你们两个在交易市场大肆囤积能量结晶碎片，到底有什么企图？是不是发现了什么事关大家生死的秘密？快点公开！在这个求生游戏里，大家团结一致，信息共享才是正道。王猛，你别乱带节奏。之前要不是周哥卖出来的头盔和长矛，我早被变异螃蟹夹死了。就是，人家也是用真金白银的物资换的，又没偷没抢。那只是等价交易罢了。现在的问题是，他周文囤积碎片，一定掌握了关乎所有人存活的重要情报。我们必须联合起来，让他把使用信息交出来，让一切公开透明。王哥说的对啊，凭什么他一个人知道秘密，我们连饭都吃不上？周文这种人就是自私自利，大家一起抵制他。周文、陈鑫，立刻公布碎片信息，否则我们将拒绝与你继续交易。周文，立刻公布碎片使用信息，否则我们将拒绝与你继续交易。你说的超凡生物血液结晶，我刚好在以前的研究古籍里看到过类似记载。有一种名为日光球群王的罕见寄生虫，它专门吸食高阶超凡生物的血液，并在体内凝结成血液结晶。这种寄生虫通常只生存在海平面以下3000米深处的大型生物体内。不愧是海洋学博士，有你在，我能少走一半的弯路。周哥，频道里有人联合起来抵制我们，他们要求公开碎片的用途。又是王猛这条乱咬人的狗。好大的口气！你现在可是站在所有人的对立面，赶紧把能量结晶的使用方式交出来，不然大家难以平分。怎么不回应了？心虚了？你不回应，大家觉得你自私，就不会有人把碎片卖给你。你若是回应了，大家知道了碎片能让巨鱼进化，更会把它当成宝贝自己留着。绝不会再和你交易。一个臭打工的做题家还敢跟我斗，你已经陷入了我布置的死局了。周哥，别理他们，这群人就是被王猛煽动的无疾之众。以后你的交易我全包了，我帮你去收碎片。别慌，看我操作。发送。高价无限烧购能量结晶碎片。一个碎片换50单位任意基础物资，面包、矿泉水、泥土10块任选，50个碎片换1台藻类生养详成品。另所有达成交易者免费附送深海初期怪物图鉴及弱点情报1份。我操，大佬你是我亲爹！10个碎片换中餐，我吃了3天树皮了。藻类生养桑是啥玩意儿？听起来很高大上啊。藻类生养槽可以放置在巨鱼胃部，帮助消耗海藻，加快巨鱼游动速度，获取更多物资，同时保证腹腔内氧气充足，绝对不会缺氧窒息。神仙道具，大佬，我有50个碎片，我要换生养槽。周文哥哥，我有5个碎片，能换面包和水吗？系统提示没有交易权限。装模作样，大佬刚才说了，起哄的没资格交易。
你就抱着你的碎片渴死吧，活该！你们疯了吗？都别换！他在垄断战略资源，你们这是在自寻死路！滚你丫的！老子都要饿死了，还管什么战略资源？周哥，发交易申请了，速批！该死！用这么庞大的基础物资直接砸盘，直接打破了我的舆论封锁。不行，你以为这就赢了吗？还没有输，我还有办法。只有这个办法了。周哥，你这手太绝了，直接用高溢价的刚需物资降维打击，瞬间瓦解了他们的同盟。基本操作，人快饿死的时候，谁还在乎进化不进化？如果不是王猛搞事把热度炒起来，说不定我还收不到这么快，我还得感谢他呢。5000个碎片的缺口集齐只是时间问题，该去准备其他材料了。海下3000米非常危险，有很多未知的恐怖生物，至今我们都没有研究明白。周哥，你要小心。放心吧。小维，我准备下海去下面看看。好的，大哥，小维在上面等你哦。巨鱼共生天赋果然厉害，水下呼吸和抗压效果都很完美。我去，你这么大个头，还天天自称宝宝呢？我才出生几天呀，还没满月呢，宝宝就是宝宝嘛。好，你是宝宝，你在这里警戒，我潜下去看看。大哥小心。我现在和小维共享血量和防御，就你这体型撞我，跟挠痒痒差不多。渊底龙鱼，体长4米，体重300吨，食物类型轩辕水晶。介绍：生活在3000米以下海域的小型鱼雷，受刺激时血液沸腾，散发红光，发动迅猛撞击。鳞片可制作装备，血液可做强力粘合剂。你自己找上门来当材料，就别怪我了。恭喜求生者周文击杀渊底龙鱼，获得能量结晶碎片乘50，木材乘1300，优质肉块乘300，烤箱图纸乘1。杀渊底龙鱼，获得能量结晶碎片乘50，木材乘300，优质肉块乘300。击杀渊底龙鱼，获得能量结晶碎片乘50，石块乘200。你们自己找上门来送资源，我就照单全收了。这波下来，能量结晶又进账很多，配上之前收到的结晶碎片已经搞定了，继续下钱。这就是陈星说的珊瑚群，那些红色的细线，肯定就是绯红怜悯寄生虫。进化只需要100条，数量完全足够了。
就是不知道这红色的珊瑚本身有没有用处。绯红珊瑚丛介绍：深海特有植物，初次食用可永久增加智力属性。将其磨成粉末食用，可在1分钟内使得除智力之外的所有基础属性双倍。我去，这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啊！不仅能加永久属性，还能当爆发药剂用，必须多收集一点带回去。说明上写着吃一个可以增加智力，我先来试一口。这味道也太奇怪了，就像是发酵了半个月的臭鱼烂虾混合着泥巴。不过，系统提示：智力+1。思维确实明晰了许多，刚才战斗的疲惫感也一扫而空了。原来是个死的，吓死我了！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怪物？深海人面巨妖，年龄阶段成年期，体长100米，体重600万吨，生活在深海6000米以下区域。600万吨，还有这么多乱码，连系统都无法完全解述它的数据。这么恐怖的庞然大物，居然被其他未知生物一口咬断了脖子。我之前在浅海经历的一切，不过是这场求生游戏里的冰山一角而已。这深海的底蕴深不可测。不过，这东西活在6000米以下的极深海域，它的尸体内部说不定藏着什么罕见的好东西。进去看看。那是晨曦描述过的特征，那是日光球虫王。找到了，这就是小薇计划所需的最后一个核心材料。只要拿到它体内的血液结晶，战神利维坦就能诞生了。找死！好了，终于把这些虫子清理干净了。我还是早点回去比较好。奇怪，我总感觉自己好像忘了什么很重要的事。算了，不管了，先离开这个鬼地方再说。小维，我的东西呢？我放在这里的那一大堆物资去哪儿了？我不知道呀，小人。你叫我什么？小人？不对劲，
小维自从进化后就一直叫我大哥，从来没有再喊过我小人。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绝对发了什么异常情况。我们真的要动手杀周文吗？他手里那么多物资，杀了他，大家都能活下去。真是可惜啊，我们商量的事情居然被周文看到了。周文，你在看吗？周文，你在看吗？周文，你看吗？私聊空间传送。晨曦，你在干什么？我在走路啊。怎么了，周哥？周哥！这样子，就好像一条虫子。对了，寄生虫，粉色的海葵喷出的绿色气体。我根本没有传送离开，我还在那个幻境里，给我破！装神弄鬼的东西，给我死！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太邪门了，差点让我着了道。幻梦海葵虫，体长2米，体重120千克，食物类型血液。介绍：寄生于巨型生物体内的罕见寄生虫，会通过触手释放气体让猎物陷入幻象当中，极度危险。其尾叶可当作强效致幻剂使用。原来是靠致幻捕猎的寄生虫，确实危险啊。不过现在你是我的战利品了。太好了，材料还在。血液结晶到手，这下材料全部集齐了，该回去让小薇开启2段进化了。恭喜求生者周文获得隐藏成就轻度肤，在巨型生物尸体内部完成特殊击杀，成就奖励发放：深海人脸巨妖之心1，同行券1。我去，这求生游戏还有隐藏成就系统。同行券可指定目标人物与使用者强制绑定同行，双方处于同一空间，可随时解除同行关系。深海人脸巨妖之心，特殊消耗品，吞食后可化身巅峰实力的深海人脸巨妖，状态持续10分钟。警告：使用该物品时，有极大概率迎来深海未知大恐怖生物的凝视，请谨慎使用。化身10分钟的100万吨巨妖，这么牛逼的底牌。不过这个引来大恐怖凝视的副作用，不到万不得已，还是小心为好。周哥，你怎么了？你遇到危险了吗？周哥，你还好吗？你回我一句话呀！周哥，你的排行榜进度被王猛超过了，现在大家都在说你出事了。周哥，这都已经第5天了，你到底在哪里啊？第5天？那个氯气制造的幻境，在现实里居然持续了整整5天时间。兄弟们，我朋友昨天说他的巨鱼被一只变异乌贼缠住了，今天他的头像就灰了，彻底没消息了，太惨了。昨天我的巨鱼也吞进来一只浑身长满刺的怪物，还好我用周哥卖给我的武器把它拼死了，不然我也得完蛋。这提心吊胆的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要被困在这里多久？当前区域存活人数301422人，短短5天，求生者居然只剩下30万了，这淘汰率太可怕了。说起来，周文大佬已经整整5天没有任何动静了，交易市场也没见他挂单，不会真的出事了吧？不用猜了，周文肯定已经死了。之前他不过是走了狗屎运，恰好捡到点好东西罢了。深海真正的危险
根本不是他那种小丑能应付的。现在我王猛才是战力排行榜的第1名，跟着我混才有活路。王哥威武，周文算个屁，早该死在海里喂鱼了。你们闭嘴，周哥绝对没事，他肯定是被什么高级任务绊住了。哎呦，陈大教授还在嘴硬呢，你的靠山都死透了，你还是赶紧来讨好我们王哥吧。现在还没到晚上睡觉的点，你们怎么一个个先做上梦了？王猛，周榜还有20分钟才进行最终结算呢，你在这儿急着宣誓主权，别一会儿闪了舌头。我操，周哥诈尸了，周哥没死。大佬回归，我就知道大佬命硬。周文，你居然还活着，有种你就来试试，我现在的距离，你就是坐火箭也赶不上。周哥，你终于出现了，你吓死我了。放心吧，遇到点小麻烦，不过我已经全部解决了，我一切安好。哇，大哥，你终于回来了，小维好想你呀。还是这个会喊大哥的小维可爱啊。5天没发育，居然落后了5名，不过也就仅仅是5名而已嘛。小薇，准备好了吗？看我用这一瞬间把他们全部抄回来。小薇，准备好了吗？所有的材料都已经集齐，今天是时候让你脱胎换骨了。恭喜求生者周文，您的巨鱼已成功进化为3级形态战神利维坦，获得超凡特征光纹战甲，可抵御不高于自身实力5倍的怪物攻击，机动性提升为原来的3倍，综合战斗能力大幅提升。太爽了，这防御力和机动性简直是质的飞跃，连小维的体内都豪华升级了，爽啊！这才是真正的深海霸主。超凡生物能力融合已解锁，说明利维头每消化一种超凡生物的血液结晶，即可解锁一种该生物的能力融合选项。当前可选融合对象深海人面巨妖，求生者是否立即选择融合？深海人面巨妖生物太过诡异邪门，不仅长相诡异，能力似乎也偏向阴暗。小维现在可是正经战神路线，贸然融合这种邪门的基因，说不定会产生什么不可控的负面变异。不行，不能急于求成，还是等以后遇到更好的、属性更契合的生物结晶，再进行融合。小维，现在的你可是拥有3倍的机动性，给我全速前进！我们要把第1名抢回来，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3倍速。好耶，大哥坐稳了，小维要冲喽！你们快看排行榜！周文大佬的进步条疯了，这速度，他是给巨鱼装上核动力发动机了吗？切，装什么装？现在距离结算就剩下最后4分钟了，他落后王莽那么多，怎么可能来得及？绝对是系统显示出 bug 了。天哪，第2名了，这难道是真的？他真的要反超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可是完全按照求生指南上说的，用我自己的血肉供奉邪神，才换来巨鱼的极限加速。他周文凭什么能跑得这么快？为什么还是跑不过他？一
定是我献祭的血肉还不够。加速！加速！给我加速啊！给我再快点，听到没有？快点儿！我好难受，肚子里像是有火在烧，救救我！关老子屁事儿！你这个废物东西，给我跑！跑！跑！第1名的奖励肯定是我的，谁也抢不走！不，周文，我杀了你！恭喜求生者周文成功登顶本周巨鱼航行距离排行榜第1名，获得特殊奖励——传说级宝箱。我的老天爷，大佬这也太猛了吧！极限反超啊！在最后几分钟拉开这么远的距离，这速度简直是在飞！王猛嘎住了，这真坐上火箭了！这下王猛不得气得吐血？刚才还搁那儿装逼说自己是第1呢。周哥，谢谢你教我的巨鱼进化方法，我照着你说的做，这次拿了第3名呢。这个第3名的奖励宝箱我不要了，就当是感谢你的教学费啦，已经给你发过去了。不用，哥现在不差这点东西。你拿到第3名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宝箱你自己留着开吧。小维，这次干得非常不错，速度很给力。嘿，大哥，坐得稳就行，小维以后还能跑得更快呢。传说级宝箱，让我看看里面到底藏着什么好东西。好家伙，这奖励太丰厚了吧！随机完美级图纸可以随机生成10种完美级道具的制作图纸，放在背包里可以自动替求生者抵挡1次必死攻击，这等于是多了1条命啊！物品升华卡，无条件使神话级以下的任意物品强制提升1个等级。哈，好家伙，太丰盛了！不愧是传说级宝箱的奖励，用来升级什么好呢？武器、装备都不够看。对了，巨鱼进化食谱，它本身就是传说级道具，完全满足升华卡的需要。如果让它再次进化，传说级道具巨鱼进化食谱已成功进化为神话级道物。亘古神话谁传道之？拥有山海经，你便拥有了通往神话巅峰的捷径。我去，山海经，这下是真的要起飞了！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进化方案已生成，融合天空类神性生物血液结晶，进化为4级神性生物天位巨鲲。天位巨鲲，连物种都跨越了，这么厉害！如果小维能变成鲲鹏，那在这片海域接下来绝对是横着走，无敌了。不过，这神性生物的血液结晶，听名字就知道极其罕见。我现在连普通的超凡生物都只碰到过1次，这神性生物要去哪里找呢？排行榜奖励已全部发放完毕，接下来
系统将对本周排名处于最后10%的求生者执行抹杀惩罚。我知道错了，我不想死啊！不要，求求系统不要抹杀我！我真的……放出去！放出去！放出去！我不想死在这里！我靠，吓死我了！刚才系统显示我就差100米就掉进斩杀线了，还好我昨天用50个碎片换了周哥的藻类生养缸，帮助巨鱼消化，硬生生把速度提上来了。大家发现没有？刚才被抹杀的那些人，全都是之前嘲讽周文大佬、被大佬拉黑、拒绝交易权限的那些家伙。真的是这样？他们换不到高阶加速物资，全都被淘汰了，这是现世报啊！要不是周哥的物资，我今天也得交代在这里了。大佬救命之恩，没齿难忘。感谢周哥，周哥。周文，凭什么所有人都围着你转？凭什么你什么都能得到？废物东西，游得这么慢，害我丢了第1名。这样下去，我一步慢，步步慢，再也追不上周文那个混蛋了。好痛啊！别扎了！不行，我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必须殊死一搏了。邪神献祭，将施术者的心头血献祭给邪神祭坛，成为真正的信徒，即可获得史诗级装备的恩赐。献祭成功，获得史诗级武器百目明切。周文，你给我去死吧！发起决斗！全服通告：求生者王猛已使用决斗卡对求生者周文发起强制死斗，该决斗不可拒绝，胜者将获得败者的全部物资。决斗过程将开启全部实况直播。周哥，你千万要小心啊！他既然敢主动发起死斗，肯定是有什么厉害的底牌。没有关系，晨曦，你就看好我的表演了。作对是有代价的，而这个代价名叫死亡。别废话了，快开始吧，我赶时间回去研究我的新道具呢。狂妄！你以为你还是那个运气好总能抢占先机的周文吗？我可是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才获得了这把史诗级的武器。你一个连像样防具都没有的普通人，和我战斗，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死。我的天，王某那把刀是什么鬼东西？上面长满了眼睛，太恶心了！史诗级武器，现阶段怎么可能有人拥有史诗级装备？周文大佬这次危险了啊！周哥，你千万不能轻敌啊！那把刀的气息太诡异了。
不可能！你居然只用了2根手指就拦住了我的史诗级武器，你到底做了什么手脚？我现在可是和3级战神利维塔的小维共享了一切身体属性，3级形态的光轮战甲防御力，再加上3倍的综合能力提升，这种级别的物理攻击，别说杀我，连伤到我的皮毛都很困难。我不信！这可是我献尽一切才换来的史诗级武器，你绝对是用了什么一次性的保命技能！给我去死！去死！去死！你闹够了没有？我刚才说过了，我赶时间。我的发，2根手指接史诗级武器，周哥这还是人吗？一刀秒杀，太帅了！这就叫降维打击。太好了，周哥赢了！周文，周哥，我错了，你饶了我吧！我把所有的物资都给你，求求你别杀我，我还不想死。这可是你自己发起的死斗，决斗空间的规则，只能活1个。永别了，去向你献祭的邪神报道吧。决斗结束，胜者周文。你已获得败者王猛的全部资源，获得传说级道具求生指南乘1，获得史诗级武器百目明切，获得精良级护甲黑曜大铠。战利品还算丰厚，这把刀归我了。警告：您击杀了邪神达公的虔诚信徒。警告：你已获得邪神达公的凝视，在进入下个海域前，达公将灭灭你这有趣的蝼蚁。邪神达贡，那可是传说中掌管深海所有深潜者的邪神，没想到真的存在。在进入下一个海域之前，必定会有一场大劫难，我必须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让小维完成进化。小维，你用3级形态的探测能力扫描一下这片区域。大哥，我刚才已经仔细扫描过了，这附近全是在水里游的怪物，一只长翅膀的都没有呢。可恶，难道真的只有等进入下一个海域才能找到这种神性生物吗？可是到那时候要直接面对邪神达公，恐怕就来不及了。全服提示，请所有玩家注意，检测到当前分区玩家幸存数量最多，系统特别开启大型现实副本《失落之海》。副本规则：副本开启期间，所有求生者将以本体形态直接进入失落之海，巨鱼将缩小为半生形态，跟随在玩家身边。求生者在副本内将获得全天候的水下生存能力。副本内含有大量遗迹探索要素、稀有物资以及高阶危险生物。持续时间10天，若选择拒绝进入，则直接进入为期10天的安全休息期。期间无法获取任何物资。失落之海，大型探索副本。既然是远古遗迹，那里或许会有我需要的神性生物。找到了，主穹蜂皇，天空与暴风的菌属，神性生物，目前身处失落之海的巨型沉魔蜂巢内。不过，这只蜂皇被蜂巢保护。需要集齐4把散放在遗迹中的失落光剂，才能开启蜂巢的大门。有了目标就好办了。这4把失落光剂，还有蜂皇的血液结晶，我志在必得。这个失落之海副本，我去定了。大型副本，这可是个拿资源的好机会啊！我反正是要进去拼一把，休息10天，什么都没有，迟早也是个死。大家别高兴得太早，公告上说了有高阶危险生物，本体进去可是很容易送命的。怕什么？只要我们小心点就行。
说起来，这次咱们分区能剩下这么多人，全靠周文大佬用低价换给我们的基础物资和生养缸。没有周哥的优惠交易，很多人根本活不下来。没错，多谢周文大佬，大佬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陈鑫，失落之海的公告你看到了吧？准备进去吗？当然要进去。我分析过，这是一个拉开求生者差距的关键节点。不过，本体进入还是存在很大风险的。所以，我们组队吧。我需要找一些特殊的材料，有你这个海洋生物学博士在旁边帮忙分析那些奇怪的生物和植物，我在失落之海的行动一定会事半功倍。真的吗？太好了！我正愁一个人进去害怕呢，能和周哥组队，安全感直接拉满呀。不过系统好像没有提供常规的组队功能。还好，我之前开宝箱获得了一张道具。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出发了。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出发。您已使用同行券绑定目标人物陈鑫，即将共同传送至副本《失落之海》。水下呼吸和行动果然不受任何限制，这种感觉挺奇妙的。大哥，我变得好小呀，这里的水感觉凉凉的。半生形态还挺可爱的，正好方便探险。这里的建筑风格完全不属于人类已知的任何历史时期。周哥，这里小心！周哥他难道这次是真的要亲我了？丫头脑子里在想什么呢？这里可是失落之海，危险随时都会出现，要时刻保持警惕，知道吗？他在保护我，好帅！周哥，我知道了，我一定不会拖你后腿的。走吧，我们开始探索。那艘船里应该有不少好东西。大哥，左前方那个被木桶挡住的角落里，我侦测到好东西了，金光闪闪的，能量很强哦。干得漂亮！开启遗迹宝箱，获得能量结晶碎片乘200，获得任务道具失落光耀乘1。太好了，这么快就找到第一把失落光耀了。小维，你这3级立维弓的探测范围和精度也太好用了，隔着这么远的障碍物都能发现。有了这个能力，我们在副本里完全可以快人一步，避开很多没有必要的麻烦。周哥，你看这名求生者身上缠绕的黑色触手，表面不仅有倒刺，还有一圈圈细小的红色吸盘，这是嗜血珊瑚的触手特征。嗜血珊瑚，听名字不像擅长。这种生物非常狡猾，它平时的外观会伪装成发着微光、非常漂亮的普通珊瑚，以此来吸引那些好奇心重或者想要寻找宝物的捕食者和求生者。一旦猎物进入它的攻击范围，它就会在瞬间伸出这些粗壮的触手，将猎物死死勒住，直到将其绞杀，然后吸收血液。你看那边，那就是一整片嗜血珊瑚群，这里肯定还有其他求生者，我们还是小心为好，尽量避开那片区域。你说的对，没必要在这种陷阱上浪费时间。我认识你，你是周文大佬，还有陈鑫教授。2位大佬，你们这么快就组队探索了？肯定已经在这艘沉船里找到不少好东西了吧？大家都是求生者，相见就是缘分。你们吃肉，能不能也分我一点汤喝喝？给我点高级物资或者武器防身怎么样？我们也是刚到这里，这艘船里除了一些破木桶，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你去找别的地方吧。别急着走啊，周文，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
你们两个在贫道里那么出风头，物资多的用不完，现在在遗迹里肯定也捞到大好处了。哼，你要是不分我一点，我现在就在公共聊天频道里曝光你们的位置，还要说你们自私自利，独吞遗迹宝物，让所有人都来找你们的麻烦，让你周文彻底身败名裂。我再说最后一遍，这里确实没什么东西。你要是想去贫道里叫唤，随便你，别在这里无理取闹。你骗人！你们不给我，我自己找。刚才你们两个就一直盯着这片珊瑚看，这里面肯定藏着遗迹的宝物。你们想支开我独吞，没门儿！周哥，他去失窃珊瑚那边了。良言难劝该死鬼，他自己找死，不用管他。哈哈，果然有发光的东西，这肯定是宝贝。啊！这是什么怪物？放开我！周文大佬，陈教授，救命！救救我！我知道错了。你们见死不救！你们这对狗男女！既然我活不成，那大家就都别活了，去死吧！周哥，小心！不可能！刀劈子弹，你还是人吗？周哥，我错了，求求你大发慈悲救我一命吧！我给过你机会了。走，下去把战利品捡了。还敢动手？汲取掉落物，获得任务道具失落光药。意外之喜，没想到这家伙手里居然有一把失落光药。看来现在越来越多的求生者都有了自己的奇遇。走吧，陈鑫，我们还要继续寻找剩下的2把失落光药。轮盘酒馆。在这种远古遗迹里，居然还有还在营业的酒馆。兄弟，这里面是什么情况？哎呀，是周文大佬。这个酒馆的老板是个 NPC， 他正在举办一场俄罗斯轮盘赌游戏，只要能获胜，就能获得一杯神性烈酒，喝下后可以在死后原地满血复活一次，相当于多了一条命。大哥，我扫描到了，第3把失落光药就在这个酒馆里面，而且能量波动很强。很好，看来这酒馆是非进不可了。既然有复活道具和光药，那我们也可以尝试排队玩一把。等等，大哥，酒馆右侧不远处的大型遗迹里有另一把失落光药能量波动，那里距离很近，快去看看吧。陈鑫，你在这里排队，留意酒馆里的情况。小维说旁边的一个遗迹里有另一把光药，我先和小维去那边搜索，两边同时进行，效率更高。好的，周哥，你放心去吧，遗迹里肯定有危险，你千万要小心。你在这里也注意安全，有情况随时用私聊联系我。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海底斗兽场啊！这文明真是血腥。我去，什么情况？你已进入失落之海特别建筑失落角斗场。规则说明：在角斗场中战胜指定的强敌，即可获得失落光翼以及其他丰丰后奖。战失败则直接身亡，无法复活。强制战斗，来吧，让我看看这次的对手是什么玩意儿。我去，好大一只皮皮虾！巨型拳皇雀尾螳螂虾，体长12米，体重50吨。失落角斗场的守卫者，其一对重型前肢拥有极其恐怖的爆发力，挥击速度极快，攻击时甚至可以打破阴障，在水中打出致命的光爆冲击波。能打出光爆的螳螂虾，这攻击力有点夸张了吧？
好快的攻击速度，如果被正面击中，就算有防御共享也得掉层皮。大哥，这家伙的外壳能量反应很高，正面硬碰会吃亏的。我来帮你分散他的注意力。好，小薇，你从侧面掩护我，我们找机会废了他那对钳子。就是现在！给我断！恭喜求生者周文越级击杀失落角斗场守卫，获得奖励：失落光耀 X1 技能书音爆斩乘1，穿墙卡乘1，复制卡乘5。好丰厚的掉落，这音爆斩应该是这皮皮虾的招牌技能转化而成的了，正好拿这道屏障试试新技能的威力。周大佬，不好了，轮盘酒吧是个死局，参加赌的人全死了，现在轮到陈鑫博士了。什么？我马上到。完了，全死了，根本赢不了。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啊？轮盘赌看运气的游戏，这么多人连一局都没赢过，规则肯定有猫腻，我们都要死在这里了。目标：轮盘赌孤鱼，等级3级诡异。3级诡异，看来是灵异规则类的敌人，我得看看这该死的游戏到底是什么规则。可以查看位置，还能随意调换，难怪别人赢不了，简直就是明目张胆的作弊狗。不过这个规则的字面意思，有办法了。美丽的女士，轮到你了，拿起枪，装填子弹吧。不用害怕，死亡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我的神性烈酒还在等着它的主人呢。老板，欺负一个女孩子算什么本事？和她赌没意思，我来和你赌。哈哈哈哈哈哈！又来一个相信自己运气的蠢货。可以，既然你这么急着寻死，那你就替他死吧。规矩不变，只要你能赢我，神性烈酒就是你的。周哥，你别冲动，这怪物会作弊的，你和他赌太危险了。刚才那些人全都是开第一枪就死了。正因为危险，我才要替你来。如果我不出手，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没事儿，你退到后面去，瞧好吧。规则我懂，现在我要开始装子弹。当然，请吧。你想装多少发子弹都没问题。我装5发子弹。他疯了吗？装5发子弹，5%的死亡率，这跟直接自杀有什么区别？完了，周文大佬也要折在这里了。哈哈哈哈哈！看来你是希望我第一枪就打死自己。还是你觉得自己的运气好到可以在第一枪赌中那1/6的空仓概率？别废话，根据规则你来决定开枪的先后顺序，快点，别浪费我的时间。哼哼，好，既然你找死，那我成全你。我先来。真是个白痴，只要和我赌，永远没有赢的可能性。我可是能随意调换子弹的。一枪打空，到你了，小子。结束了，里面全是子弹，周大佬开枪必死无疑。老板，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了？少拖延时间，开枪吧！你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一件事，这个规则看似对你绝对有利，但实则是对你极其不利啊！你什么意思？你没发现吗？你的规则里可从来没说过，拿枪的人只能射自己。
恭喜玩家周文赢得轮船赌游戏，获得奖励神性烈酒1瓶。赢了！居然还能这样玩，大佬太牛了！周哥，你简直是个天才！走吧，这地方太臭了。本次游戏结束，检测到 NPC 死亡，触发场景重置机制 ，NPC 复活刷新中。怪物不仅能复活，还变身了！我们快跑啊！你竟敢钻规则的空子，你惹毛我了！我要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痛苦！周哥，他暴走了，我们快跑吧！你好像搞错了一件事。刚才在游戏里，你受系统规则保护可以复活，但现在游戏已经结束了。你确定要在非游戏期间攻击我吗？这次被杀，你就不能再复活喽。装模作样的人类，去死吧！引爆斩！恭喜求生者周文成功击杀3级诡异 NPC 轮盘赌区域，全服首杀达成，获得专属称号。这个 NPC 有点菜，称号效果佩戴后对所有 NPC 类敌人造成伤害提降10%。获得特殊道具融合卡乘1，获得任务道具失落光教乘1。融合卡可在需要时短暂与自己的巨鱼半生形态进行深度融合。获得巨鱼的全部额外战力以及形态特征，持续时间5分钟，这倒是个不错的底牌。4把失落光质终于全部凑齐了，这样一来，就只需要去中央蜂巢找到那只蜂后，就能完成小维的终极进化了。周哥，你太厉害了！刚才那一刀，我连看都没看清，那么大的怪物就直接没了。有你在，这失落之海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周文大佬，多谢救命之恩，要不是你出手，我们这些人今天全都要死在这个作弊的怪物手里。没错，大佬不仅救了我们，还拿下了全服首杀，这实力绝对是咱们求生者里的第一人。举手之劳而已，这片遗迹里危险很多，大家都尽快散了吧，去找安全的区域探索。走吧，我们还有正事要办。怎么回事？我明明已经被那个叫做周文的人彻底斩杀了，连核心都被破坏了，我怎么会复活？而且这具身体蕴含的力量比之前强大了10倍不止。
成为我的使徒。这股气息，这股力量，您是伟大深渊之神达公大人。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深渊使徒。你现在的任务是前往失落之海的中央蜂巢，进入最深处，杀死那只虚弱的蜂后，释放被封印在那里的神孽，最后击杀那个胆敢无视我警告、质疑我神光的人类求生者周文。这也是我的愿望。那个周文毁了我的酒馆，斩了我的前身，我会用我的第二次生命全心全意为您服务。伟大的达纲大人，我定将他的头颅和丰厚的心脏一起献到您的祭坛之上。大哥，前面就是这片遗迹的中心区域了，我能感觉到那里有一股非常庞大的能量波动，肯定是我们要找的蜂巢。天哪，这简直就是建筑学上的奇迹！在这么深的海底，居然存在着如此完美的巨型金属结构，确实很壮观。不过，越是宏伟的地方，藏着的危险就越多。我们要找的蜂后，应该就在这座建筑的最核心位置。周哥，你看那边，大门那里好像聚集了很多人，而且他们在干什么？赵大，这里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全堵在门口？周大佬，你可算来了！这帮子人疯了！我们好不容易找到这里，想要进去探索，结果这群人提前赶到，在这里搞什么深渊戏技。他们弄出这个红色的护障，把大门死死挡住，我们根本进不去。这仪式看着就邪门得很。周文，你终于来了。我们可是等你好久了。你认识我，拦在这里是专门针对我的。你休想在这蜂巢中获得任何东西。王猛前辈在死前将伟大达观的祭祀方法分享给了我们这些被你欺压的人。现在我们都是达拱大人的使徒，我们接到了神谕，只需要将你杀死在这里，我们就可以获得神的青睐，获得永远用不完的物资和力量。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努力求生，而是指望邪神的施舍吗？我还以为是什么角色，原来不过是一群被洗脑的废物。你们也不过如此。大言不惭，那就看看这个再说吧。神啊，展现您的力量，撕碎这个无知的狂徒吧！我去，这是什么怪物？这体型也太夸张了吧！周哥，小心啊！从骨骼结构和形态来看，这是海王龙，一种在古近纪就已经灭绝的上古顶级海洋掠食者。它现在被这群人用邪术复活，变成了这种纯粹由能量和血液构成的怪物，绝对不好对付。听到了吗？此乃无主赐下的鲜血神兽，它的力量可比你们之前遇到的些低级诡异强了不知道多少倍。周文，受死吧！管你是什么时代的化石，挡我的路就得死。小薇，上吧！好的，大哥，看我的！
防御力不高，能打。什么情况？砍中了还能瞬间复原？周哥，你快看那些信徒！周哥，你快看那些信徒！原来如此，这些信徒在用自己的血脉作为能源，源源不断地为这头怪物提供恢复的能量，这就是它能够无限愈合的秘密。你发现了又如何？这鲜血神兽的攻击密不透风，你分得出手来对付我们吗？在神兽无穷无尽的消磨下，你的体力迟早会耗尽，乖乖受死吧。是吗？谁告诉你我只有一个人了？复制卡，激活！去，把那些供能的插头全给我拔了！什么？这是什么技能？拦住他们！快拦住他们！复制卡的分身虽然只有本体30%的战斗力，但对付你们这些只会放血的废物，足够了。闹剧该结束了，引爆斩！透支生命的邪术，怪物死了，你们自然也活不成。获得能量结晶碎片 X7842，获得特殊果实镇魂果乘1，获得法术卷轴深渊之息乘4，达贡之锤炼乘6，血之献祭持2。警告：该系列法术威力强大，但学习后会被深渊之神达嘎逐步侵占灵魂，最终沦为没有自我意识的深渊使徒。全都是些肮脏的伎俩，依靠出卖灵魂换来的力量，终究只是别人的傀儡。我有山海经傍身，根本用不上这些会腐化灵魂的垃圾东西。镇魂果食用后可大幅提高精神抗性，免疫绝大多数中级及以下的幻境与精神攻击。之前在巨妖体内吃过一次幻境的亏，这东西正好补上我的短板。果然神奇，感觉大脑清明至极，就连思考都变快了不少，记忆力也有所增强。开门吧。我去，这么多宝贝，发财了！这绝对是发大财了！只要随便拿走几件，出了副本就可以横着走了。啊！我的老天爷，这遗迹里的奖励也太夸张了吧！这金山银海的，
全幅提示：求生者周文打开了失落之海副本中央蜂巢入口，该副本内部蕴含巨量远古宝藏，但危险性极高，请求求者们谨慎进入，量力而行。各位，这里面的情况非常诡异，系统已经给出了红色警告，我建议大家不要随意进入，不要被眼前的财宝冲昏了头脑。周文，你少在这里装好人！你拦着我们，不就是想自己独吞这些宝藏吗？大门是你开的没错，但副本是大家的，你凭什么不让我们进？我言尽于此。你如果非要找死，我不拦。大家都冷静点，没有周哥，我们刚才在大门外就被那群邪教徒杀死了。周哥说危险，那就一定危险。我们听周哥的，就在外面等着。老大，你就是个胆小鬼！你愿意当周文的跟屁虫，我们可不干！兄弟们，冲啊！拿宝物去！救命啊！是伪装成宝物的怪物，放开我！目标：金链虫，群居型拟型生物。介绍：会伪装成华丽的珠宝、金币等财宝，专门吸引贪婪的生物靠近。单体强度并不高，极其庞大。其伪装的宝物越是珍贵华丽，说明该虫身的体型和咬合力就越强。也不动脑子想想，这么危险的大型副本，怎么可能把通关奖励毫无防备地堆在门口？我的妈呀！还好我听了周哥的话没进去，不然现在我连骨头都不剩了。小维，掩护我侧翼。现在清醒了吗？还骂我要独吞这些怪物吗？周哥，我错了，我瞎了狗眼，我再也不贪了。这个副本的危险程度你们也看到了，对自己的实力有把握的可以继续前进，如果觉得应付不来，最好现在就退出去。陈鑫，我们走，去寻找封后。好的，周哥。击杀黑帮甲兵虫群，获得能量结晶碎片 X600。这失落之海副本虽然步步杀机，但物资和能量结晶的掉落率确实高的离谱。这一路走来收集的碎片已经足够以后备用了。确实。收益和风险是成正比的。周哥，我刚才观察了一下这些通道的走向和建筑结构，我们应该正在逐渐靠近这个巨大蜂巢的几何中心。蜂后很可能就位于整个蜂巢的正中间区域。还要继续往前面走。陈鑫，你跟紧我，千万不要离我太远。警告：遭遇区域首领巨型蓝环章鱼王。蓝环章鱼，这东西在地球上就已经是剧毒生物了，长到这么大一只，毒性怕是能直接融化钢铁，千万不能被它的触手碰到，更不能被咬到。周哥小心，它要喷墨汁了！蓝环章鱼的墨汁不仅含有致命的神经毒素，而且还有极强的致幻效果。周文，你还我命来！你把属于我的一切都抢走了，跟我一起下地狱吧！果然是致幻的毒物，竟然能直接调取我记忆中的画面。还好之前吃下了那颗镇魂都，这种程度的精神干扰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小儿科。这点幻境困不住我。小维，我的视线受阻，帮我注意那只蓝环章鱼的位置。大哥，他绕到你后面去了，正在准备用触手攻击你。引爆斩！击杀巨型蓝环章鱼王，获得特殊道具巨能蓝环成衣。巨能蓝环可以镶嵌在各种载体上，提供超高额的能源储备，用来强化爆发力。好东西啊！这不就是传说中的蓝符巨能环吗？不好了，大哥，陈心姐姐她不见了，她刚才还在你旁边的。不见了。陈心没有战斗能力，刚才那种情况他绝对不会乱跑，应该是在致幻喷雾命中我们的时候，他产生了幻觉，失去了方向感，自己走失了。大哥，
快看地上！这是陈心鞋的纹路，脚印很新，他往更深处去了。我们快追！以他的速度跑不太远，必须尽快和他会合。这种远古机械蜂巢的内部，为什么会有一片纯粹由血肉构成的迷宫？这建筑风格跨度也太大了。大哥，我感知到陈心姐姐的能量波动了，就在右边那条通道的前方，但是旁边好像还有另一个人的生命体积。另一个人，走，过去看看。周哥，太好了，周哥，我还以为找不到你了。刚才那阵黑雾过来，我眼前全是幻觉。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在这恶心的迷宫里了。你没事就好。他是谁？回答我的问题。你是谁？为什么会在这里？周哥，别误会，我没有恶意，我叫张宇，是之前在交易市场被你用低价物资救济过的求生者。这失落之海副本开启，我想着努力拼一把，看看能不能改变命运，就壮着胆子进来了。结果这地方太危险，我刚才遇到了一群变异水母，逃跑的时候慌不择路，就掉进这个迷宫里了，搞得这么狼狈，果然还是不行啊。周哥，我刚才在迷宫里转圈，就是他叫住了我，他说他知道怎么出去，我们就一起结伴走了。对，周哥，你能不能带上我一起走？这地方我一个人绝对活不下去。你放心，我不白跟着，我有奇遇。我刚才在这个迷宫里捡到了一块发光的骨头，吸收之后，我的脑子里就有了一幅这里的路线图。我知道怎么走出这片血肉迷宫，我对你们会有用的。捡到骨头获得了路线图，这说辞未免有些太过巧合了。不过，这血肉迷宫确实错综复杂，如果盲目乱走，会浪费大量时间。好，既然你认识路，那就由你在前面带路，跟紧点，遇到危险我可不一定顾得上你。太好了，谢谢周哥，谢谢周哥。那我们快走吧，这地方的肉皮会分泌腐蚀性液体，不能久留。名册里确实有这个人，但是我之前吃过绯红珊瑚，智力属性得到了永久提升，我的记忆力绝对不会出错。我印象里，这个张宇在公共频道非常低调，几乎不怎么发言，而且我的交易记录里从来没有和这个 ID 有过任何物资往来。他为什么要撒谎说我救济过他？他在试图拉近和我的关系，没有影子，难道是那种东西？周哥，陈姐，我们到了，穿过这道门就是迷宫的出口。周哥，你来看这些壁画，这些壁画似乎是在描绘一个建立在巨龟背上的文明，这跟我们现在的处境太像了。我们是在巨鱼的肚子里求生，他们是在龟背上求生，只是位置不太一样。或许，我们现在经历的这种求生游戏，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止开启过一轮吧。周哥，先别管这些壁画了，你们看那里，那就是通往中央主巢的电梯法则，启动它就能直接到达顶层，封后就在那里。你不进来吗？这可是直达封后的电梯。不了，周哥，上面是封后的地盘，肯定非常危险。我这种实力上去就是送死，能把你们带到这里，我的任务就完成了。你们加油，我在这里等你们的好消息。是。周哥，你干什么？你仔细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我自认为伪装的毫无破绽才对。破绽太多了。第一，我没有和任何人说过我要去中央主巢，更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我在寻找封后。你一个迷路的求生者，为什么会知道我的目标？第二，我吃了提升智力的特殊物品，我的记忆力不会出错，我根本不记得和张宇有过任何交易。第三，也是最致命的一点，你根本就没有影子。
我看你根本不是什么求生者，你只是一个占据了张宇身体，获取了他的记忆，并且对这个遗迹无比了解的鬼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就是周围壁画上描写的那些曾经在龟背上求生的上一轮求生者们的鬼魂吧？哈哈哈哈哈！精彩，真是精彩的推理，不愧是能走到这一步的最强者。是的，我是上一轮游戏的玩家，在我们的那一轮游戏里，我们在深海巨龟的背上建立城邦，艰难求生。再往之前，据说还有空岛求生、仓库求生、电梯求生，而每一轮游戏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都是被那些高高在上的邪神当作取乐的玩物，最后毁灭一切。我们这一轮游戏里有很多人为了活下去，放弃了尊严，皈依了邪神，但最后呢，都被邪神用作互相征伐的工具。我们的文明在内战中毁灭，我们所有人的厮杀、怨恨和绝望交织在一起，滋生出了名为神孽的恐怖怪物。我们的残骸，我们文明的碎片，构成了你们现在看到的这片失落之海。我是那一轮唯一的幸存者，却被邪神诅咒，将灵魂永远禁锢在这个冰冷的海底，永世不得超生。但没关系，只要夺舍了你，夺舍了你这一届求生者中最强者的身体，我就能摆脱诅咒，我就自由了。你们脚下的这个法阵根本不是什么电梯，而是我精心准备了上百年的夺舍法阵。死吧，成为我新生的容器。出去！哈哈哈哈哈！把身体交出来吧，周文！你这具完美的躯壳，你所拥有的一切物资、装备和能力，从现在开始全都是我的了。我终于可以离开这个暗无天日的海底了。你笑什么？你的灵魂正在被我撕裂，你居然还笑得出来？我笑你，100年的准备，今天算是彻底毁于一旦。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夺舍目标呢？你的身体去哪儿了？别找了，我在这儿呢。这是复制卡，在发现你没有影子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你绝对有问题。为了防止你有什么突袭手段，我提前用复制卡制造了一个复制体，用来顶替我站上那个法阵。你苦心积虑准备了上百年想要夺舍的容器，不过是我的一个没有任何灵魂的复制体罢了。看你这副气急败坏的样子，我猜这个夺舍法阵你现在已经没有多余的能量发动第2次了，是吧？不，你这个狡猾的人类，你居然敢耍我！我不甘心！我等了这么久，我不甘心啊！周哥，这宫殿要塌了！没有路可以走了。慌什么？有我在。走，向上！天哪，这才是那个张宇真正的本体，他已经和这些建筑融为一体了。本体现身了就好办了。引爆斩！恭喜求生者周文斩杀前次求生游戏最后幸者畸变体，获得隐藏成就，奖励亮结晶碎片 X10000，机甲着装卡之一。机甲着装卡，使用后可以召唤一套远古战斗机甲，与使用者暂时进行深度合体，全方位提升战斗力。这遗迹里的好东西真是层出不穷。安息吧，你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希望我们这一次不会重蹈你们的覆辙。那应该就是最后的通道了，封后的房间到了，我们走。周哥，下面那个东西，这就是那个鬼魂口中所说的神念。这只封后被锁在这里，看来是有原因的。我知道了，封后身上的神性力量具有净化作用，它的作用是作为一个活体封印，在镇压这只神念，不让它彻底出世。可是封后现在看起来快要撑不住了。
我们该怎么办？不用担心，封印的事情与我们无关。我们的目标只是获得封后身上渗出的一些血液就足够了。去，吸取一点那种金色的血液。获得高阶飞行类神性生物样本，已达成跨物种融合进化全部条件。太好了，进化的最后一块拼图终于集齐了。感谢你啊，周文。如果不是你帮我斩杀了外面那些碍事的怪物，我还真没那么容易来到这最核心的地方。你帮我扫清了来到这里的全部障碍，接下来你就是这最后的障碍了，准备好受死吧！这声音，这自大的语气，你是之前那个被我一刀劈成2半的轮盘酒帮老板，居然变了副尊容。没错，就是我，你这个卑微的人类。伟大的达格大人赐予了我新的生命和无上的神力，他让我来这里解放神念，毁灭这片失落之海的所有一切，尤其是你。现在封后已死，封印彻底解除，神念马上就要复活了，一切都结束了。我要亲眼看着你在无尽的绝望中被撕成碎片。这是什么力量？放开我！我是达公大人的使徒，我是来解放你的。不可能！难道达公大人的计划里连我也是唤醒神孽的祭品吗？全服最高级别警告，请注意！失落之海中央蜂巢正在发生不可逆的崩解，请所有求生者立刻点击面板上的退出按钮，撤离至蜂巢外部安全区域。怎么回事？怎么突然要塌了？快点退出！那是什么怪物？这体型比之前我们见过的所有怪物加起来还要大。那是邪神的眷属，是毁灭的化身。周文距离他那么近，他死定了。王猛教主，我们虽然死了那么多人，但你的遗愿还是完成了。周哥，我们该怎么办？你先出去吧，这东西的目标是我来对付他。我知道我留在这里只会让你分心，我帮不上忙，我会在外面为你加油的。周哥，你一定要活着回来。人类，你胆敢冒犯无上深渊之神的威严，站在这里直视我，准备好付出粉身碎骨的代价了吗？小维，拼图已经齐了，准备好了吗？大哥，我准备好了。好，那就让他见识一下我们兄弟的力量，让我们进化！系统，使用融合权限，目标3级战神利维坦与高阶飞行类神性中物样本。融合权限已确认，利维托终极进化开启。
那是什么体型？那是传说中《山海经》里的鲲鹏吗？这都出来了。周哥的巨鱼和我们这儿还在吃海藻的鱼，根本就不是一个次元的。有希望，我们有救了！周哥，小维，加油啊！大哥，看我的！只是这样，还不足以打败我。那加上我呢？机甲着装卡启动。检测到高能外界设备，检测功能，蓝环功能已接入，机甲出力提升至200%。小维，我们并肩作战。好的，大哥，我们哥俩是无敌的。大人的神力是无敌的，你们都要死！休想！检测到宿主生命体征消失，神性69效果触发。好险，差点就交代在这里了。小维，你害怕吗？不怕，大哥，只要我们在一起，就一定能赢。检测到求生者周文与其巨鱼半生羁绊达到满值。隐藏机制续发，可通过融合卡及10万枚能量结晶碎片完成至高融合，暂时获得超越当前维度的超强力量。10万枚能量结晶碎片，开什么玩笑！我这一路收集下来，现在手里也才1万多枚，这上哪去弄剩下的9万枚？靠我自己绝对不够，但外面还有那么多人。陈曦，我现在需要10万枚能量结晶碎片来进行最终融合，你立刻号召外面所有人，把他们手里的碎片全都交易给我，快！大家听我说，周哥现在需要10万枚能量结晶碎片来释放终极底牌，如果他输了，这头怪物绝对会把整个失落之海连同我们一起吞噬，请大家把手里的碎片都交易给周哥。周哥救了我们那么多次，连命都是他给的，这点碎片算什么？我把我全部的500枚碎片都捐了。没错，报答周哥恩情的时候到了。而且我们人类怎么能输给这种丑陋的怪物？算我一份！别听他的，把碎片交出去，我们拿什么进化巨鱼？周文要是死了，东西就全打水漂了。闭嘴吧，你这邪教徒！再敢废话，我现在就弄死你！收到赵大赠予的碎片500，收到李铁赠予的碎片320，收到求生者群体的碎片总计89400。
急了。小维，融合！至高融合完成，形态进阶，金乌天坤。人类蝼蚁竟敢借用外力抗拒深渊的意志，毁灭我的眷属，你罪无可恕！什么深渊神明？这里是我们的求生场，我们的命运由我们自己做主，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小薇，最后一击，终极耀日斩！周哥，你赢了！你真的打败了那个怪物！周大佬，天下第一，连邪神的虚影都给劈碎了，这实力没谁了。咱们不用死了，可以活下去了。大家干得不错，如果没有你们的物资支持，这最后的一击我可放不出来。这场胜利属于我们所有人。全服通告！恭喜当前分区求生者在先锋者周文的带领下，成功斩杀神性生物存在神灭，并击退深渊凝视。失落之海大型副本已彻底通关，系统数据正在重新结算。所有存活求生者即将获得丰厚通关奖励，请各位求生者做好准备。10秒后，系统将强制传送，引领全区求生者脱离当前海域，正式进入第2赛季。第2赛季嘛，看来我们的求生之旅才刚刚开始啊。小维，准备好迎接新的挑战了吗？时刻准备着，大哥。